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品世间酒，聊杯中事。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我们的老朋友老铁森哥。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下桶强，然后今天特意帮大家选了3个桶强，一个呢是来自爱尔兰的知更鸟的一个桶强，然后呢有 Glenallachie 的 Batch 610年的一个桶强，绿色的那个盒子，然后还有一个 Aberlour 的桶强，也是这里面度数最高的，61.2度。那我们就尝一下不同风格的桶强，这里面有 Glenallachie 的雪梨桶的桶强，然后 Aberlour 是一个混桶的桶强，还有一个爱尔兰3重蒸馏的桶强，看看他们谁会更胜一筹。不用喝 Redbreast 12年的那个。不用喝，知道是它了。怎么它的波本桶味会这么重呢？这个跟爱尔兰威士忌它的蒸馏方式是有，就它的原料，因为它用那个就是未发芽和大麦，对，麦芽跟大麦它是混着去那个做蒸馏。你讲一下这个大麦和麦芽，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是农民出身，或者说没碰过麦子。其实我刚接触威士忌，什么大麦什么麦芽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的。其实麦芽就是用大麦去泡那个用热水用热水去泡，泡完之后呢，它会发芽嘛，发出来的这个芽这一部分就叫麦芽。就叫麦芽，就是我们 single malt 都是用麦芽。对，麦芽就苏格兰那边他们是用麦芽的。然后发完芽之后呢，它要让它，如果你是说让它继续长，它就长出来一棵植物了，对吧？所以它要让它停止呢，然后就会用到了那个所谓的，就是说去把它烘干。那烘干这就涉及到了泥煤跟无泥煤。所以这就是苏格兰。所以如果是苏格兰，他们一般如果他们比较方便的，他们是用泥煤嘛，因为他们那边就后院可能都有泥煤。那大麦呢？就是爱尔兰怎么就不用麦芽，就用大麦了呢？其实原本来说，应该是苏格兰的蒸馏技术，其实应该是从那个爱尔兰传过去的。到苏格兰之后，他们就是说，他们会觉得麦芽里面它那淀粉的含量其实会更高，会更精纯一点。其实它再去转化成酒精，其实会更容易一些，会更方便。这一股就是那个好像那个玉米味儿，对，那种谷物的它的味道，就特别甜，怎么可以这么甜？其实它谷物威士忌里面，如果是说你去形容它说好的话呢，其实它就是说那个油脂感会更重一点。这个有油脂感，但是它前面太甜了，就已经到腻，就到 bourbon 的那种甜。这个是我唯一不喜欢 Redbreast 12年的原因，它后面是有油脂感的，而且它支撑的也挺好的。它那个杏仁的那个香气特别的香，很香。这个还稍好一点点。如果我们说它的21年那个这个味道会更重，比它还重一些。对。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喝的时候觉得那个很好喝，但是后来越喝越腻哈。喝了之后就会觉得有点腻了，后面去它有点腻。它的整个的它的那个什么细腻度、柔顺度其实是很好的。它这个酒是确实是很细腻的。对，很细腻、很柔顺的那种。我是觉得也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腻。好，下一个，我们尝一下下一个。它是有一个很冲的味道在那边，那是米酒的味道。对，曲味。这个酒精感有点冲，闻起来不好。就是它夹着那个酒精感一上来，就感觉有点像曲味的感觉。它的酒精感太厉害了，我闻不到它的其他味道。喝起来还是蛮好喝的。我最近喝了好多 Glenallachie，我喝了它的12年，喝了15年。就是说你得离远一点去闻的话，其实还是有的那个雪梨桶的味道。我刚才闻到了雪梨桶的味道，就那种苹果的香气还挺好的。是挺好的啊，那喝到嘴里也挺好的。还有一股药材的味道，就中药味儿，有股药材味。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桶是不是桶味儿太重了？那个药材味还挺香的。没有，其实慢慢闻，其实发现它的香气其实是那个变化度还挺大的。它喝起来变化度也蛮大的。我现在又闻到了
就那种花香了。GlenDronach 跟 Glenallachie 的最大区别就是 Glenallachie 把雪梨桶的那个味道做成了中药味儿，就是更重了，少了那个甜度。它有点往干的那一块去了。然后会增加了很多的香料的味道，然后包括巧克力的味道也增加了一些，黑巧克力的那个味道。但你会觉得这款酒很好喝吗？10年还行。你觉得不好我觉喝的得前面点在哪？我觉得它的点是它的这个酒，其实入口之后，其实感觉是有点在燃烧的感觉。它那个酒精感是有点在烧的感觉。它是到后面就是它的那个果香的味道出来是反而是在后面那一段。就你在前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个酒怎么这么辣？如果你受不了，马上吞下去，那你后面的味道你也就喝不到了。后面的味道也没有了。可能喝个高年份的会好一点，就是稍微柔顺一点。加点水之后我印象当中15年要加点水之后会稍微好一点，柔一点。对，会柔一点。入口的时候你起码能够喝到它的味道。我当时也好辣这个酒。你都觉得辣。第3个一直在往下烧。我们还有一个阿布罗，这个就是典型 Speyside 的那种奶油和干果，还有柑橘，还有维内拉的味道。然后在那个它是就很明显你能闻出来，就是说波本桶跟雪梨桶2种味道混合在一起的。它的波本味道其实也是有，只不过没有第一个那么浓。它喝起来是特别明显的波本的味道，但是不腻。第一个是真的好腻。我已经记住它了，这个酒。我也记住它了。就中间那一下，中间它会炸。它会起来一下。对，起来一下。就前面甜甜美美，小清新，然后中间嘣起来一下。这个还挺好闻。这就是为什么它只能卖60多块钱。它如果再做好点，可能这酒就上百了。它起来就起来了那么一小下。这3款桶强我都不知道要推哪一款。3个在一起，我会喝的话，我觉得我会喝第3个。如果是不喝多，我会喝它。1杯以内 OK， 我会选它。超过1杯我会选它。你也不喜欢格兰阿拉基呀？你也不知道怎么这个它这一个10年，我觉得它的酒精感有点过了。真的有点太厉害了。我们2个要写答案吗？还是说我们俩答案是一致的？我觉得一致的。我们的答案是一致的，导演。我们觉得第一个是 Redbreast 的 Cask， 中间的是 Glenallachie 的10年的 Batch 6，然后第3个是 Aberlour 的桶强。全对。好了，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我们刚才猜的跟我们想要说的是完全一致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分别的价钱。Redbreast 的这款桶强呢，首先它是一个度数是56.3度，也好高哦，都很高。然后它的价钱大概就是个$70左右的样子，但是不好买到。那 Glenallachie 的这10年的桶强呢，它是一个57.8度，就这3个的价钱其实是差不多的。如果你想要选择一款桶强的，如果想要雪梨桶，可以去尝试 Glenallachie 的这个10年的 Batch 6。然后 Aberlour 就不用说了 ，Aberlour 这个性价比绝对是超值。我们在同样价位里面，不同风格里面，然后还有一个雪梨桶在旁边的情况下，仍然觉得 Aberlour 这款桶强是比较出众的。他真的把这2个，就把波本跟那雪梨桶的这2个风格哈，他真的融合很完美的在很完美，他融合的特别完美，很少喝到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一款酒是真的会想着，就是说自己还要去尝一尝，对，还要去尝一下，试一下。
就是因为它价格不贵，所以大家都在抢，就是觉得它的性价比是，其实每一款酒拿出来都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对。然后这3款酒到一起，阿波罗还胜出了。但是就是不会买，但这个我是会喝的。比较少人会去找它，但是这个酒其实真的，它这个酒厂做出来的。你看现在我们喝威士忌啊，基本上每个酒厂就层出不穷的各种桶强扔出来，感觉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一直在做桶强了。就很少有43度的酒，都是46度酒起跳。这个也算是就是说大家喝酒的一个过程吧。那是不是以后我们都要喝60起跳的酒了？这视频没法做了。你这个酒精度，就是说你有这个酒精度，但是你不一定说你能够驾驭得了它。这不是说我们喝的人能不能驾驭，其实就是说他把这个酒啊，它调出来的时候，这个酿酒师能不能驾驭这个酒精度？那像这个的话，其实它是在中间啊，虽然它60多度，但它只是起来跳了一下。其实前面的它的这个酒的它的甜美度那一些东西，就是说包括果香味，其实你都能够去完整的去品尝到，对吧？然后起来一下之后，其实它的尾韵啊也 OK， 就你还也能够品尝得到，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虽然它是最高度的，但是喝起来。并没有觉得它度数特别高，没有觉得它是最高度的那个最强的那个，对，所以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对酒精度的理解其实还是不同的。见仁见智。见仁见智。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说高酒精度，其实更多的是说那个酒精感在这个酒里面给这个酒它能不能去把它撑起来，那个我觉得是它的那个力道能不能撑起来，因为有一些例如马卡伦。又来了，对吧？马卡伦它就真的，我觉得它就少了那种酒精感。你知道这个视频是我的一个小伙伴想说你试试桶强这3款，然后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马卡伦撑不起来桶强。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关注酒仙小姐姐，喝酒不踩雷。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记得给我留言。我们下次见了，拜拜。拜拜。